你们知道，其实现在我们国内的金融行业很 low， 银行业更是很幼稚。我在 California 学习金融的时候，接触了很多很 cash 的理念。毕竟我是华人，这在国外的投行的驻华机构里，这是很重要的 ，very important。行了行了，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，老安也听不懂，闺女能听懂不？我大概能听懂。他可以，他懂。老安呐，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啊。如果让孩子能成事，那是好事。是，我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，房子够住，我和我老婆以后也不用他养。这小子现在1个月也能挣个10000块钱，自己也买了辆车，条件算过得去，就是忙了点儿。如果孩子们能相处，那就让他们处处。是，那还是让他们自己住，咱们就是牵个线就完成任务了。来，哎，喝点，来。其实我在 California 的时候啊，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。是在回国之后呢，我才渐渐发现，中国的婚姻呐，其实就是对你们父母的一种责任 ，duty。So， 我现在也希望能开始，但是因为很忙，所以我认识女孩子的机会特别少。虽然我现在对国内的居住环境觉得不是很 adaptation， 不像我在 California 那么 comfortable， 但是也无所谓了。我回来了嘛，就慢慢适应好了。对喽，适应一下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伤心崩溃中的安琪同学，现在开始您的表演时间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再找那些什么需要客户资料的理由啊，考虑一下我这个长期听众，适当的换个借口好不好？客户资料啊，着急吗？哎呦，那行，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叔叔，我那个单位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，你们慢吃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爸，我先走了，特别着急，他们让我去送客户资料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忙着呢。我在 California 学习的金融，还接触了非常多 cash 的理念。我在投资银行做的是分析师，现在突然回到中国，我觉得那么的不适应，全身都不舒服，那完全不像是在 California 那么舒服。我都快吐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说，我爸是当兵的，这他爸也是当兵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啊？海归嘛，谁还没见过海归啊？哎，可是你说我在酒店工作了这么久，也接触了不少国外回来的华人啊。我发现啊，越是没什么内容的男人，他就越喜欢这样说话，就时不时的说一些完全不流利的英文，让你觉得他好像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。我的天哪！你还别说，这是我见过的第2只海龟了。之前还有一个，说也是海龟回来跟我相亲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去哪儿我送你，就当是对你的赔偿。有必要这么客气吗？我在想你是不是老用这种方式泡妞啊？结果让我在咖啡厅足足等了他半个小时，然后见了面之后就是噼里啪啦的一顿鸟语，恐怕谁不知道他是从国外回来的。然后咖啡还没有喝完，我就叫买单走人啊！哼，哎，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这么巧，又碰到你了。我就坐在旁边。哦，你们聊，不打扰你们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没情况。这个人就是昨天把我的镜子撞坏的那个人。长得还行，不过看他一个人在那边，哎，应该是单身吧？这个样子也算长得行啊。哎呀，反正单不单身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这种条件的男人，你想想，哪个
会没有女朋友呢？看他条件还不错，如果还是单身的话，那毕竟是花花公子。喂，真被说中了。你看他那些照片，穿的那么少。咦，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亏了没有上他的车。我给姑姑打个电话吧。看看。安琪呀，怎么了？这会儿想起来给姑姑打电话了？你在干什么？不是你说你老爸今天要给你介绍战友的孩子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简直都快吐了。怎么样？大海龟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你要不要出来跟我们吃东西啊？我就不去了，你和刘洋去吧，我还要照顾店里的生意。哎，还有，我正要找你，明天周日我安排了大规模扫荡式相亲，你要记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，跟你老姑我一起去挑男人，知道吗？好吧，那你不出来了，那我挂了，拜拜。怎么样，姑姑她现在不过来了？对啊，他说明天安排了大规模的扫荡式相亲。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有这么一个相亲经验丰富的姑姑做狗头军师，挺好的。只可惜好好的一个周末又要大悦人。姑姑每次都是这样，把事情搞大，相亲搞得像在面试一样。可不就是在面试吗？本来这个就是双向选择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估计啊，绝对有那种海选 PK 的气势了，就像超级女生一样。说得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啊，对了，还想吃些什么啊？今天啊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啊，你请客我就可以。当然啦。美女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这花花公子又不知道在网上骗了哪个姑娘，看上去又约会了。切，就是花花公子。叔叔买花。这么小就出来赚钱啊？你这个花多少钱一支啊？5块钱一支。哎，你看它。好，叔叔都要了。谢谢叔叔。快回家吧。他买玫瑰也不买好一点的，买这种便宜货。真没良心。再说那哪是玫瑰啊？我觉得根本就是月季。拿这种花，估计是在网上认识了什么纯情少女去骗人家的吧？哎，咱们俩为什么这么八卦啊？这个人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俩讨论的吗？对啊，走吧，买单。你，服务员买单。小姐，刚刚那位先生已经帮你们买过单了。啊？男人惯用的骗人伎俩，早知道我们就多吃点东西。来了。哎，您的可乐吧，谢谢。啊，放这儿了。好的，谢谢。
阳起啊，我觉得那个男的长得还算挺帅的。哪个男的？花公子啊。不是吧？你还在想着那个人？嗨，人家好歹也请你喝东西了，那你也喝了？人家是请你好不好？哎，没准人家是看你长得漂亮，然后才把我们单给买了呢。不过我看那个人长得也不难看，然后呢也算是有点实力呀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？哎，你看我刘洋像是那种贪图富贵享受、不愿努力奋斗的女孩吗？认识一下嘛，可以少奋斗几年的没准儿。没那好命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那个工作到底找的怎么样了？到底……好了好了，我们一起吃了很多东西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一起去减肥，好不好？每次说到这个问题，你都找借口。走了走了。真是。好啦，哎。来了，这2天拍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今天带你下水，去这片海域最美的地方看看。哼。你带我去的地方实在太漂亮了。对了，今天你不用去教学生啊？今天我们休息。休息？你今天不会特意来等我吧？别臭美了你。欧博，吃点东西。好。今天太棒了。这是我这些天拍的最好的片子。哎，你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啊？喜欢而已啊。喜欢怎么不开个摄影工作室啊？其实我还真是有过这种想法，但是回国以后看了一些国内的摄影工作室，我觉得都太大众化了，没有意思。咱们这儿是旅游城市，每年来我们这儿的游客挺多的，还有一些游客专门来这儿拍写真和婚纱照，其实市场挺大的。市场是挺大。但是规格不高。摄影这个东西啊，自从数码相机出现了以后啊，门槛就变低了，谁都能拍。
再加上那些水平良莠不齐的摄影师搅和，哼，还真是水准差，格调低。哼，不过，水下摄影似乎是个空白。如果能把客人带到水下拍写真，因为我是教潜水的，我每次在海底我都想，如果能把客人带到海底拍写真，记录他们最美、最放松的一刻，那感觉肯定很特别、很美，而且市场还很大。没错，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市场，又可以和同行业区分开来。你有兴趣吗？你也有兴趣？看来是有备而来啊。我去上个洗手间，你慢慢看啊。哎，来了，哎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带你来看看这里。走，走左边一点，再扭一点点。好的，别动啊，保持住。好的。这个地方啊再来一张啊叫富甲园，如果盖好的话，应该是一个欧洲别墅区。哇，现在就烂尾了。没错，开发商没钱继续盖下去，也没人接手，更没有人出钱把这里拆掉，因此就荒废了，已经好几年了。后来有摄影师跑到这儿来拍了一些颓废的片子，效果很好。结果现在这里就成了摄影圣地，几乎每个摄影师都在这里搞创作。保持住啊！好。哎，你看那边。哎，好的。能不能再性感一点？对了。哦，再来一张啊！难怪经常看到很多美女在破楼里的性感照片，原来都是在这儿拍的。好的。其实废墟是一个很有意境的地方，如果运用得当的话，能拍出好的照片来。但是现在太多人在这里拍了，而且这些摄影师只是用了废墟的形，没能抓住废墟的意，结果就变成了一种贫瘠的模仿。久而久之，废墟片就成了大俗片。你也来这儿拍过啊？我知道这里以后来过几次，但是从来没有拍过。对了，我是从欧洲回来的。是吗？你可不像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，整天洋腔洋调的，一半中文一半英文。你没有。你要是想听的话，我可以说。啊别，我听了说不定要抽你的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在国外是学摄影的？不，我在国外的时候学的是其他专业，但是喜欢摄影。本来我回来以后想做一间摄影工作室，但是看了国内的很多工作室以后，我很失望。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很迷茫。不过上次我到海底，第一次在海底按快门的时候，我就被迷住了。走吧，上去。走。这样，多露点肩膀好看。谢谢啊。是安志美小姐吗？这位是。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就是那个大学哲学教授？对，是我。坐吧。好。谢谢，你喝点什么？哦，喝水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受伤啦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中午在一家餐馆吃饭，结果有2伙人打架，其他无关的人都跑掉了，只有我没有走，而且我微笑着看着他们，当时觉得自己非常酷。结果到了一半，突然有一个人指着我说：“打他们老大！”我刚要说我不是，结果一个酒瓶子就啐过来了。哎呀，
然后过来几个人踹我，我被打得半死，警察才来，然后还把我当成主犯给拉回去审讯。哎呀，我是搞哲学的，通过这件事情呢，我悟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，那就是没有实力，千万别装酷。啊，请问你是？她是我姑姑，我是陪她来相亲的。哦，这样，听朋友介绍你今年有？我35，比你小3岁。哦，你看呢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都不是小孩子。我觉得有时候问题还是直接一点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好啊，我也不喜欢拖拖拉拉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是处女吗？什么？你还是不是这个？我听清了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你还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处男？哦，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啊。处女和处男就好比木板和钉子，一块好的木板被钉过呢，就不是好木板，而钉子钉过几个木板，却不会被人在意的。那你呢？被钉过吗？我钉过没啊？你可以走了。我刚坐下来。我姑不喜欢你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我们都不喜欢你，真的可以走了。那好吧，拜拜，拜拜。不错啊，无耻、低级、无聊，还有流氓。备注：老死不相往来。切，还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，太可恶了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咱们已经否决了3个了。还好才3个，我今天下午要见10个呢。还有7个，下一个是谁的？你的。哦。我仔细看了你的策划书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震撼。虽然它没有国际水平，但是你的案头已经很专业了，很具备煽动性，而且有详实的数据。如果不是我认识你的话，那我很难想象，是一个潜水教练写出来的。其实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。难怪。哎，那你为什么去做了一个潜水教练呢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做潜水教练挣得多点吧。凭你的策划能力和你的商业眼光，你可以自己创业啊。有过2次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这2年辛苦赚的那点钱，全折腾光了，收获了一堆失败的经验。哼，那你怎么确保我们这次的创业不会失败呢？反正我没钱，如果吃亏上当的话，就算你的。我最多是搭点时间跟精力而已。你这个人倒是挺直接的。我跟你打架都进过派出所了，还有什么好客套的？哎，站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对，对，就这样。好。来，配合一下，做一个不带失败色彩的表情。这是我第1次创业，所以我不想失败。你接受我的提议了？不接受的话，我约你出来干嘛？那我说的股本结构和分成比例都没问题？你的策划书里已经说得很明白，我出资金和设备，你负责运营和推广，我7你3，对吧？没错。你觉得合理吗？我这可是按照国际投行的一般标准啊，投资方、技术拥有方、管理团队都是按33%的比例持股的。这样吧，64。就凭你的策划书，我觉得37太委屈你了。哎，我就去趟洗手间而已，你就又否了一个？替你否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满脸臭疮，又有口臭又有狐臭，样子又难看，最主要的就是他鼻毛比我头发还长。这么夸张？
不是吧？哎，我们下一个要见的是不是那个给我发信息感觉还不错的设计师啊？不是，刚刚否的就是那个鼻毛比我头发还长的设计师。啊，亏了我没看见，太恐怖了。哎，庆祝下。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爱好，冰球、滑板、攀岩，不过我都没能坚持下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去参加了一个影展，那些大师的作品，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惊，让我感觉到了一张好的照片，不仅仅是记录了事物的形态，更能让人感觉到摄影师赋予它的灵魂和思想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学习摄影了，更把它当作是我的一个人生理想。直到后来，我的一张照片被 ALPA 的展馆收藏之后，我就更加坚定了我这个信心。假如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你就更能全身心的投入创作了。其实，我不单单把这次看作是一次创业，我更把它当作是我第一次的人生舞台，所以我不想失败。对了，还没问过你的理想呢。还谈什么理想啊？戒了，戒了。这句话现在很流行吗？我已经听很多人这么说过了。流行不流行我不知道，但这是现实。那你怎么看待这次创业呢？咱们这次这个项目啊，非常具有可行性，而且符合市场。另外，在推广的时候也非常具有拓展性。说的俗一点吧，就是投资不大，但能赚钱。你只想赚钱啊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瞧你开那车，就知道你不是缺钱的主。我还得养家糊口呢。你有家室了？没有，我要养父母，还有一个病重的外公。我不想他们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在外面这么辛苦工作。唉，知不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？你是想让我知道，将来我们创业一定要坚持，不能像这儿一样虎头蛇尾。看来你挺明白的嘛。你这招啊不算高明，但很对。其实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不光需要我们有目标、有热情，更需要我们坚持。所以，我在想，无论咱们今后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必须要挺过去，不能让我们的未来成为废墟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工作室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想到呢。折腾死我了，感觉如何？好无聊哦，相亲相到，体力不支。这算什么呀？你姑姑我有一次记录啊，是一个下午接见了17个相亲的。结果呢？结果看上2个，不过有一个嫌我年纪大了一点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倒没有嫌我年纪大，是嫌他自己年纪小了一点点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至少他比较会说话。哎呀，看来啊，我们今天的进攻者算是全军覆没了啊！咱们这是又保住了一次贞洁。不过这边好像还写了一个没有来啊。不来又不解释一下的人，当然落入黑名单，永不翻身啦。也是。那这个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？你的，不过看年龄我也能用，我算给他一次机会了，他自己放弃的我也没办法。走了，去 shopping。好。收起来吧。走了。亚特兰蒂斯，这名字什么意思啊？传说中的海底之城。你觉得这个名字不适合我们吗？不是，
我就怕别人不太明白这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这名字啊，最好是简单易懂，好推广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名字更适合我们？直观的，中性一点，最好是能让人马上就联想起海底，比如什么珊瑚啊、水母。那你怎么不叫八爪鱼啊？哎，可以啊，八爪鱼。咱们的 logo 就设计成一只八爪鱼拿着相机，那肯定让人记住了。不是你当真呐？那怎么不叫大白鲨啊？大白鲨也行，这挺有气势的，总比你那亚什么斯好得多啊。不，你就这审美层次吗？我这是站在未来客户的角度上着想，这起名字啊就该简单易懂啊。好，咱们是做生意，不是搞艺术。好，那我们能不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艺术感觉呢？稍微艺术点儿啊？那你起吧，你起。行了，咱们找个餐馆，边吃边聊。我还要去商场买瓶香水呢。又泡妞啊？泡什么泡啊？我哥让我帮忙买的，送给我嫂子。天哪，真难以接受！怎么这样的极品都让咱们给碰上了？你相亲太少了，比这些还要极品的我都见过。上次碰上一个炫富的，上来就跟我说要我帮他请一个人来数钱，哈，那就等于判了终身监禁。结果买单的时候啊，居然跟我 AA 制。啊？那么夸张呢？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合适的男人呢？啊，有时候你觉得人家合适，人家未必合适你。没关系，那就再找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人。对呀，我觉得我的要求一点都不高。年龄比我大，哪怕大1天啊。个子比我高，哪怕高1厘米啊。能力比我强，哪怕多赚1分钱也好啊。是不是？是啊。你现在还有时间，我就没法挑了。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拿这个给我看一下。啊，不错。这个我也是听朋友介绍。又碰到你了，真是有缘啊。小姐要是方便的话，留一个联系方式吧。我叫苏。不好意思，不方便。我们赶时间，先走了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快走。他是谁呀？哎呀，一个色魔啊！有多色啊？总之就是那种很花很色、很狂的那种。他的斯文其实是个败类。一去相亲就大半天，生意全给耽误了。就是啊，浪费时间还没有效率。再相亲啊，就直接安排在花店好不好啊？对啊，多浪漫呢，又有气氛。好啊，你还可以组织其他的人到花店里来相亲，我们呢还能积累更多的经验。在相亲方面啊，你姑姑还用积累经验啊？哎呀，不过说的也是啊，但是姑姑呢，你缺的就是一种经验。缺什么？成功的经验。什么叫缺乏成功经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有要求。我要没有要求的话，我早结婚了，早生孩子了，说不定我早2婚了。哎，这样说就更对了。姑姑啊，你现在就挺有2婚风范的。吓得我掐死你了！哪有啊？我不也希望你早日把自己推销出去吗？没事的，继续相亲就行啦。哎，你肚子饿不饿？咱们回家吃饭吧。我不吃，我减肥。你一天到晚都不吃多少东西，你这样把自己身体饿坏了怎么办啊？那我发胖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年龄没有优势了，然后皮肤也没有优势了，剩下的就是我的身材。不吃，我要减肥。你就吃一点嘛，这样才有力气减肥啊。女人要力气干嘛呢？力气留给男人的嘛。好吧，被你打败了，那我走了啊。拜拜，美女。看看这个，怎么样？你想用27度3这个名啊？你还挺了解我的嘛。你一点都不复杂。怎么样？这个能达成共识吗？比较中性，也很容易理解。有点像电影的名字。
不过挺适合你的风格的。CIVI 的部分可以用数字的形式做成 logo， 放在以后的片子上面，我觉得应该挺好看的。我赞成。那好，那 CI 的部分就由我来负责。这几天我去准备一下前期的投资工作，你呢去做一下市场调查。行。我把你之前的前期的预算仔细的过了一遍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有几个细节我希望调整一下。你看，你在前期推广品制作的预算呢稍微高了一点，因为你考虑到宣传册的纸质要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宣传册这种大量散发的东西成本不宜太高。你选择的是250克的纸，但是我觉得157足矣。还有这里，反倒是我觉得宣传海报上有点不够，因为你想，宣传海报基本上在前期都张贴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室里，客人一来，一眼看到的东西一定是代表我们的水准和我们的质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搞好一点。对，这方面你比我想的周到。看不出来，你不仅专业，还挺会过日子的嘛。怎么，你还真以为我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在瑞士所学的专业是酒店综合运营及管理，学历是博士。妈，你跟你姑姑在餐厅跟人相亲，你没吃饭啊？对啊，看了那几个男人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，还不如回来陪老爸吃啊。行了吧，陪我吃。唉，你这个人呐，每次都是辛辛苦苦给你介绍对象，每一次都是看一眼就跑。你说你是，也不知道你脑子里都想什么，你这是。我急有什么用？看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都不知道有一个男的，这左一个，我妈妈说，右一个还是我妈妈说，就跟没长大的孩子一样。你说我要是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，我是不是成天得伺候他，还得喂他奶喝？那你自己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人嘛？我就想找一个至少我看了觉得，哎，不错，好来电，就这样了。你就跟你姑姑一样，永远也不让我省心。我告诉你，就这么挑吧，你挑来挑去，最后就把你自己挑剩下，你信不信啊？你越挑眼光就越高，你眼光越高，你就越挑不上，你再挑不上，眼光就更高，你最后就是年龄越来越高，别人都已经结婚了，你自己高高的挂在天空当中，你下不来了。爸，你今天嘴皮子怎么这么溜啊？就跟说绕口令一样。你放心，好女肯定不愁嫁，这个道理你听过吗？好女，你跟你姑姑一样，你姑姑年轻的时候那才叫好女呢，大美女啊。那时候到咱们家来提亲的，那是好嘛，那乌泱泱的，那上面来提亲的，还有来求婚的，把咱们家门槛都踢破了，把你奶奶都能烦死。那时候我们担心你姑姑嫁不好，你谁想到现在，啊，你姑姑嫁不出去了，为什么呀？就是那个时候你姑姑成天要找感觉，感觉是什么呀？什么叫找感觉？感觉就是看不见摸不着，就这虚了吧唧的东西嘛。你看嘛。这找到最后把自己找剩下，成了剩女了。你姑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。哎呀，爸，你放心吧。那我还这么年轻，我又不是黄脸婆，你总得给我点空间，让我去寻找一些爱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再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得找一个对我好、对你更好的人，是不是？说的好听，人呢？人在哪儿啊？这么多年你成天说人在哪儿，你给我带回来。先吃饭。唉，你和你姑姑两个人啊，真是不让我省心啊！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啊？吃！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？吃！你们什么时候？爸，你今天气色不错哎。我气色不错。你们什么时候能找到能值得终身托付的人，我气色才会更好。哎呀，爸，我快睡着了。哎呦，你还让不让我吃啊？谢谢你送我啊，都合作伙伴了，还客气什么？哎，这儿就是你家？对啊，那就是我爸和我妈。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过来帮忙。
哎，有空的话，请你来我们大排档吃饭。哎，我爸做菜的手艺啊，相当的好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胖子，哎，来，给我看看。哎，胖子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这啤酒涨了2毛就算了吧，哎，怎么可乐也涨价呀？不是我一家在涨，现在家家都在涨。别家涨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这开餐馆的，别的不知道啊，这市场价，啊，这经常采购，我不是不知道。现在金融危机，什么涨价，什么不涨价，是你不知道还是我不知道？你是不是最近炒股炒赔了，想在我这大赚一把呀？胖子，你这年轻轻的怎么不学好呢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啤酒啊，我1分不会给你涨。你觉得合适呢，你就放下；你觉得不合适呢，拉着滚蛋！滚！我这儿啊不愁没人送啤酒，怎么样？行了，我怕了你还不行？不涨不涨，但你别告诉别的老板，别家饭馆知道我生意没法做了。哎呦，那你可要想通了啊！想通了，啊、那行，放下。哎，来，行了，放下，放那边去啊。没事儿嘛。许多年后在路上，谁因为东西飘远？